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小鱼人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。小鱼人的英雄啊，他的刷野抓人思路。小鱼人这个英雄呢，现版本的话，说他强嘛，还挺强；说他弱嘛，弱在哪里了？频率不太够，像盲僧那种，男刀这种问题，打完一套接着来一套，基本上2套他就能就是去抓到对面的一个 C 位，而且小鱼人的那个就对地形的那种利用啊，它不像威哥啊这种直接潜行就到你面前，他必须得利用一技能规避伤害以后。然后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。艾克的话硬要来反野，F 还被反掉了，还想来反红。2级的，那这样的话，亚索其实没必要打到底哦。乌鸦来了，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追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直接反对方也算了，换野区。猴子也来了，觉得这亚索打的有点深了，知道自家打野不会过来，就不要再打了。那也还行吧，这边野区是断了的。这样的话，双路对方双路回家了，回家就没有办法。适合道谢发育吧，对方应该不会来反红吧？自家的红是应该是还在的。艾克看到自家上半野区全没了。哦，红是被反掉了是吧？那就也在的。对啊，对面那个血量很低，是没办法过来反的。他就是刷完自家野，对吧？刷完蓝直接过来反。那他接着刷完2组野的话，上半野区是完全没野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他前期来说算是炸了一半，他速度很慢。中路的话打不过亚索，乌鸦就是前期对线能力差，线上对线能力差，应该说一整区来说，他顶多就清完线，然后就去找人打团就行了。他清线其实蛮快的，当第一件做出来以后。对面的红区快刷新了，准备去反一个，看看能不能反得到。因为艾克有大招的，其实也不好杀。这里直接把他那个石头给反了。还是上来打了一套，利用这个身位，这样的话在塔下回家。艾克还是走了，他走了的话就可以过来吃这个河道蟹。艾克把大招交了，这边有大招的可以主动找机会，可以一技能进场接闪，一个 E 闪，命中以后接大招，但大招的话打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。再等一手 E 技能，再一个 Q。这乌鸦玩的是
可以判断出对面的乌鸦是不会玩的，玩得很差，不像个人。回家玩，就是刷下半野区以后，其实对方下半野区也是快刷新好了的，可以尝试直接去刷，刷完以后去那个什么去抓一手。上路已经被抓完了，但还是赶过去吗？有一眼看到了的，一个E砸掉一个，还可以有大招。没大招的，看错了，他那个是影子。交闪了，那就撤就行了。5800，打对面打野3800，压了那个2000经济啊。大刀准备好哦，有点害了亚索。这亚索的话还在那里吃线了，太慢了。那这种情况下拿龙好了，拿先锋好了。后续的话看看收掉对方打野。石头来了，对面提前到的，这种没办法。对面打野掉了的话拿不到。他们拿小龙的话，只能就4个人抱团拿小龙。对面没打野直接打了，这样的话就只能换资源就可以了。没事，鱼人有 E 技能可以穿墙跑，还有闪在身上。这里想等个 Q， 我天，被跟过来了，有点亏。其实不给 Q 的话，不跟就是不等 Q 的话，其实是跑掉了。跑点交闪其实没有那么合适。对面有个红的，其实鱼人不是很好打不太过这个，因为你用 E 技能去砸他的话，他直接用 W 直接抵消伤害。给大了，猴子的话不知道，我有肉猴子，但是没办法，杀不掉了。刀妹还是蛮肥的，这局的话前期是个劣势。这时候双人路必须得站中啊，不然中路他守不掉的。这里打野的话是有吸队友血的成分在里面，因为队友的话这边没有太大的优势。还是得赶紧刷经济。这里的话其实不应该打起团来的，虽然说有塔，但这个塔没什么用。完了呀，我中路塔守掉了，这4个人守塔就行了，没必要上。
这里面有个点哈，这个鱼人的话，首先是觉得队友不太行，然后这种情况下呢，就是打自己的节奏，而不是说去跟队友的节奏。4个人在塔下，其实对面不敢越的，但这边主要是就是被开，然后自己主动也去打，那就没办法。泰坦先做黄图，谁教他这么晚？泰坦也是离谱。这里上来打一套石头人，有那个先杀石头人，石头人这样还大招上来，那就他就是必死的，队友绝对是跟不上的第一时间。如果队友在他那个位置，然后他大招上去是可以跟的。哎，可以，这里第一时间必须得杀刀妹，刀妹是比较肥的那一个。金身烫死了吗？烫不死。接闪，哎，不接，对面又跑回来了。哎，其实啊，不过他也跑不掉，不过就是省了一波闪现。如果他不 Q 回来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啊，就必须得交闪现。这边可以抢一下这条小龙，把这条小龙拿了的话，第3条小龙就没什么压力。没有惩戒的，通知队友把那个拉出来等一手。哦，可以，这样子女枪开大确实比较快。泰坦直接勾上去了，大招先进场。波团战不好打呀！哎，这里有个射手，队友在那带节奏。因为女枪是没有大招的，所以这局其实这个局面是很神奇的，就是泰坦直接是跑去开团了。上一波我大概率也猜测是泰坦直接开团去了，因为女枪没有大招，加上输出能力就等于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普通射手，就是这种正常发育的射手，他靠平列输出肯定没有大招输出那么舒服。如果那一波女枪是有大招的话，那完全是没问题的，可以这么打。有个点你可以看到，这波对面人头是永远占优势的，然后这边是什么？这边的话是一直是推掉边路的塔。小鱼人这边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下路的塔和那个上路的塔，基本上都是小鱼人在那里带线，一直在走自己的节奏。就有个点就是你打这种游戏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要一起死才不叫卖队友是吧？要一起死，然后一起输掉，然后是吧？是不可能的。而且这里面有个点就是，队友已经有一个是残血了，然后女枪的大招已经交了以后。然后首先人是少的，然后对面5个都是满血，这满状态，像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打。像这里面的5打3、5打2是吧？开局的局部5打2，然后后续的5打3，就是可以打的，这是完全没问题的，因为对面已经脱节了。如果说对面只是正面团战，然后这边又没有少一些强力输出的大招，那肯定是不可能打。这里过来帮忙就行了，因为石头人的话还是挺烦人的。其实丑子的话完全可以回头打就行。
不用那么跑来跑去还多。这里的话，让队友回家补完状态出来，可以直接拿大龙了。而且像那种那么窄的入口，小鱼人只要 E 技能交完落地，他大招已经交出去了，并没有造成太好的效果，因为前排有前排那里吃他的大招。如果是对面 C 位吃到了 ，C 位残了，那可以跟 E 过去秒，然后给金身，然后再找另外一波机会。这里面的话，小鱼人去单带，然后让队友去中推，试一下这个群体 buff。这泰坦的话又自己单跑，被开了，被开了的话估计都出不来。啊，果然泰坦就是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那种带节奏的辅助，然后啊1-8是有原因的。这辅助玩的好，其实很难会死的。然后队友的话开始吵了起来。这里的话直接偷塔偷赢了，好，游戏结束。这局的话跟这个泰坦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关系。好，那第一局到这了，后面还有一局，欢迎大家往下看。